乌克兰已经进入激光时代。4月中旬，乌克兰3叉戟激光武器正式亮相，并在测试中成功击毁地面目标。激光武器的作用，火力军之前聊过很多次了，反无人机、反炮弹、反飞机以及反导弹。对于乌克兰而言，最大的作用就是反无人机。但各位有没有想过使用激光武器反卫星？比如俄罗斯的格洛纳斯。那么从地面使用激光武器攻击卫星需要多少功率？想要实现这一点，难度又有多大？2024年12月，乌克兰就透露正在研发激光武器，并提到英国是技术合作方。从这点考虑，3叉戟激光武器大概与英国的龙火有关系，而且有了英国的支持，研发进度很快。2025年2月，United 团体报道，3叉戟激光武器成功在2公里外击落俄军见证者无人机。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苏哈列夫斯基表示，乌克兰已成为少数能够在战斗中使用激光武器的国家之一。不过，当时流出的视频里仅仅是无人机被击落的画面，乌克兰的3叉戟激光武器并没有亮相。但是仅仅2个月之后，苏哈列夫斯基就在欧洲国防工业与乌克兰国防工业合作前景会议期间，公布了3叉戟激光武器的相关影片，测试也相当成功。从视频来看，3叉戟激光武器安装在货车的后车厢，2名工作人员就可以移出。在测试期间，3叉戟可以击毁地面目标，并使光纤无人机的摄像头失明。根据乌克兰的说法，3叉戟可以在3公里的距离上摧毁无人机、炸弹，并在5公里的距离内摧毁直升机、飞机和侦察飞机，并可以在10公里的距离内致盲无人机、巡航导弹和飞机。只是3叉戟的功率以及将要安装的平台仍处于未知状态。当然，这些可以从性能推断。火力军估计3叉戟激光武器的功率为50千瓦，与美国的定向能机动短程防空系统，也就是加装守护者激光武器的史崔克装甲一样，射程同样大约为5公里。英国的龙火也属于这一阶段。激光武器的战力很强，这点毋庸置疑。毕竟激光也是光，速度每秒30万公里。在真空条件下，火力军拿个激光笔照向月球，只需要1秒多一点点的时间，激光就能照到月球。除了速度，激光的威力也很猛。就比如激光切割机，只需要10千瓦的功率就能快速切割5厘米厚的碳钢板。但即使如此，想要使用地面激光武器摧毁人造卫星，难度不是一般的高。就杀伤力来说，激光就像是放大镜聚焦的阳光，只需要在目标待个几秒，目标表面材料就会吸收大量热量，导致软化、融化、气化，甚至是电离。目标材料发生电离时，会以极高的速度向外喷射，足以使目标发生变形和断裂。在喷射过程中，还会释放出辐射，破坏其内部的电子元器件。比较官方的解释是这样，但简单来说，被激光照个几秒，目标就会直接燃起来。比如在30千瓦的功率下，激光武器的最大射程为200米至4000米，能在上千米的距离上烧毁5毫米的钢板。10秒的时间就能摧毁一架每小时260公里的无人机。按照美军对激光武器的定义，100千瓦是击落导弹、飞机等传统军事目标的最低门槛。这就有一个问题了，激光切割机只需要10千瓦的功率，就能快速切割5厘米厚的碳钢板。为什么到激光武器中100千瓦也只是起步？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吸收、散热和热效应，光的能量会在空气中衰减。激光切割机在切割钢板时，激光头几乎挨着钢板表面，基本不用考虑能量损耗的问题。而激光武器距离目标几公里，甚至是几十公里，其中90%的能量都会损耗掉。雾霾防激光听起来虽然很扯，但这句话的确是对的。在雾霾条件下，原本能打10公里的激光，可能只能打1公里。在大雾、大雪、大雨天气下也是如此。如果碰见沙尘暴，激光武器就不要想着用了。想要使用地面激光武器打击俄罗斯的格洛纳斯卫星，就要穿过大气层。格洛纳斯卫星距离地面大约2万公里。看到这个距离，或许大家会觉得没戏。实则不然，火力军只能说有点难。
地面激光武器反卫星不需要考虑重力的问题，其他卫星想要飞出地球，还要火箭发动机的帮助，而激光可以忽略重力。至于距离的问题也不需要担心，越往上走，空气越稀薄。大约在距离地面200公里的时候，空气就已经相当稀薄。在这个阶段，飞行器就基本没有阻力了。在距离地面3000公里至4000公里之间，就已经属于真空。等于说，只要激光能突破200公里的大气层，就已经算是成功一半。想要突破这个距离，就需要加大功率，而难点呢，就在这儿。想要再穿过大气层并对卫星造成伤害，激光武器的最低有效功率都需要达到兆瓦级，配合直径约10米的光学器件，才能聚焦足够的能量穿透大气，并且还要考虑如何为激光武器提供足够的能量，把其他能量转化为激光，转化效率仅约 10%。 也就是说，输入功率需达到输出功率的10倍以上。使用2兆瓦的激光武器，输入功率需要20兆瓦，并且还是瞬时功率。而想要打击距离地面2万米的格洛纳斯，2兆瓦恐怕还是不够。美军之前做过兆瓦级的实验，也就是 ABL 激光武器。2004年的时候，美国将一架波音 747-400F 改装成了空中激光实验平台，名为 YAL-EA， 里面安装了兆瓦级的化学阳点激光器，这也是唯一在有限体积和重量的前提下实现兆瓦级功率的激光源。美国军方希望利用它，在助推上升阶段就摧毁弹道导弹。按照原本的计划， YAL-EA 将安装由14个模块组成的激光系统，提供2至3兆瓦的功率，总重 79.2 吨。但实际上1兆瓦的样机装配过程中，6个模块重量就达到了近82吨。这就导致在实际测试中，在预定射程上的杀伤功率以及照射破坏目标的耗时等数据达不到预期的水平。当时提出的一系列改进，比如更好的冷线技术、刀化燃料等等，也只能把单个模块的功率提升 20%。 此外，化学激光器有很多缺点，比如单次出光时间只能维持3至5秒，严重限制了毁伤目标。发射前，化学燃料还需要预热，又限制了射击灵活性。最终 YAL-EA 的成果就是输出功率 1.5 兆瓦，激光炮口径 1.5 米，能够在50公里的距离内摧毁发射升空的弹道导弹等目标。很明显，性能根本达不到预期。最终耗时16年，花费50亿美元的 ABL 计划黯然下马。按照这个数据来看， 1.5 兆瓦的功率可以在50公里距离上摧毁弹道导弹。那么如果想要在200公里的距离上摧毁钢制壳体，激光武器的功率也要提升，而且是翻4倍，也就是6兆瓦。注意重点，这只是成功了一半。从距离地面200公里到4000公里都存在稀薄的空气，还要稍微考虑能量损耗。从4000公里到格洛纳斯的2万公里基本就是真空了，不需要考虑这点。总的算下来，火力军图个吉利就定在8兆瓦。地面激光武器不需要像空机、海基那样考虑重量问题，毕竟可以固定部署，但问题在于输入功率以及可持续性。考虑到能量损耗，瞬时输入功率需要80兆瓦，在不考虑化学激光器的情况下，难度不是一般的高。就火力军而言，想要反卫星，还是老老实实研究天基激光武器或者导弹比较好。现在比较成熟的反卫星武器就是直升式反卫星导弹，利用火箭将导弹运送到指定轨道，之后借助导弹的动能弹头导航直接攻击卫星。比较不成熟的武器就是天基激光武器。在2025年3月，美国大众机械月刊网站就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就是太空激光战已经打响，美国想率先研究出高能武器。目前美国军方高级研究机构正在为太空激光项目提供资金。美国早就在研究天基激光武器了，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星球大战。不过各位也都知道，在当时那个年代研究这种高大上的东西注定没什么效果。进入新时代之后，算是有了一定的成果，比如由 X-37B 搭载小型化的激光武器，但是 X-37B 的载荷较小，功率几十千瓦的激光武器只能用来防御。最好的选择还是将大功率的激光武器部署到外太空。在2000年12月，美军进行了兆瓦级的阿尔法化学激光器的实验，
在模拟太空环境的真空实验室中，激光持续工作6秒，成功将目标导弹击落。只是兆瓦级的激光武器也就意味着重量。比如俄罗斯那边，根据未证实的消息，俄军佩列斯维特车载激光的功率大约为1兆瓦至3兆瓦，激光武器的质量在15吨至20吨。如果想要将其送到太空，还要加上其他卫星设备，总重量估计能达到20至25吨。美军兆瓦级的激光武器大概比俄罗斯的更好，但这个重量是少不了的。当然，美国具备将20吨载荷送入低轨太空的能力，但能源问题不好解决。天基激光武器需要具备在轨加油能力，这一套操作也就意味着高预算，性价比还不如反卫星导弹。当然，以上这些问题距离乌克兰还太过遥远，其最应该操心的是如何使用3叉戟击落更多的俄军无人机。从视频中来看，3叉戟虽然配备光电侦察设备，但瞄准却是射手通过操纵杆手动完成的，并非全自动。火力军估计，乌克兰的3叉戟激光武器虽然已经经历过实战，但仍然处于原型阶段，并非最终版本。在后续的升级中，自动瞄准锁定的功能就会添加。当然，从2月份击落俄军见证者无人机来看，火力军也不排除3叉戟已经具备这个功能，只是在测试中没有使用，用于误导俄军对3叉戟的判断。不过就测试结果来看，乌军未来的防空群很快就会接收成熟的激光系统。当前的乌俄战场，廉价的无人机成为主流，成本不过几万甚至是几千美元，而先进的防空导弹动辄上百万美元，成本完全不在一个级别。所以乌克兰更倾向于使用电子干扰或者机动火力部队来拦截俄军无人机。更换激光武器之后，可以显著提高反无人机的效率。毕竟无人机再廉价，也比不过每次发射成本只有10美元的激光武器。总的来说，3叉戟激光武器的亮相以及击落俄军无人机，都足以证明乌克兰已经进入激光时代。火力军很期待其正式列装后的表现。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乌克兰的3叉戟激光武器什么时候可以正式列装？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喜欢的不要忘记点点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